老板，给我们来3碗面条，多加肉。这里只收人民币。什么币？人民币。安宁县只认人民币。你拿张破纸在这晃悠什么？破纸！你睁大狗眼看清楚，这是京城大通钱庄的银票，100两，全国通用，见票即兑。我管你大通小通，在我们安宁县，县太爷立了规矩，交易只准用人民币。你这银票，连擦屁股我都嫌硬。放肆！朝廷钱法乃天下根本，你一介村妇竟敢拒收银票，这等同于谋反！皇上，这个安宁县县令胆子可太大了，不仅拿了朝廷的300万两赈灾银，竟然还敢私自印钞。没想到朕这次微服私访，竟能遇到这等稀奇事。少给我扣帽子！前几年大旱，朝廷的银子连个影子都没见着，大家伙快饿死的时候，是沈大人发了钱让大家去买平价粮。现在想拿你们的废纸来买我们安宁县的肉，门儿都没有。孔老头，别吵，别暴露身份。行，不认银票，这真金白银你总该认了吧？足足半两，够买你这一锅面了。咦，这黑不溜秋的是什么东西？上面还沾着你的口水，恶心死了。这是官银，天下人都认的硬通货。安宁县卫生管理条例第35条规定，未经高温消毒的金属货币极易携带霍乱、伤寒等病菌。荒谬！自古以来皆用金银交易，从未听闻金银能传播疫病。你这分明是强词夺理！不懂规矩就别来安宁县。这纸张细腻如丝，绝非寻常桑皮纸，上面的花纹竟没有丝毫雕版墨迹的晕染。老爷，暗纹！这纸里面竟然有夹层暗纹，这防伪之术简直神乎其技。好一个沈燕，不仅私铸货币，还敢自立钱庄，此乃诛九族的大罪。诛九族？神经病！这是我们安宁县的命根子，没有人民币，赶紧滚蛋，别耽误我做生意。你这是黑店！衙役大队，十字街口有人吃霸王餐，还寻衅滋事。站住！吃面不给钱，还想跑？让开，我们有急事。怎么着？还想抗法？在安宁县，就算你是天王老子，吃了面也得付钱。两位官爷，不是我们不给钱，是他不收银子呀，我们只有银子。哼，安宁县3年前就废除银两交易了，你们外地来的不懂规矩，我们不怪你，但饭钱必须付，没有人民币就按规矩办事。我看你最壮实，面钱45块，我们安宁县最低工时费1小时5块，你去后厨洗9个小时的碗。什么？让我洗碗？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我管着全天下！闭嘴！老钱，你去洗碗。王老爷，我不能洗呀，我这双手是用来拿算盘拨千万两白银的，怎么能洗那些油腻腻的脏碗？洗不完，我扣你10年俸禄。沈燕，你个乱臣贼子，我老钱跟你势不两立。欢迎光临万物互换，2位客官要当点什么？死道，换你们这儿的人民币。黄老爷，不可呀，这可是玉，祖传之物，当了可是大不敬。难道让我也去刷碗？成色倒是不错，雕工也算凑合，不过没什么实用价值。没什么实用价值？你这狗眼看清楚了，这是和田暖玉，天下罕见，上面的雕工出自第一名将之手，少说也值5000两白银。这位客官，这里是安宁县，不讲究那些虚头巴脑的古董。你看这块玻璃，能透光，能当风，能做镜子，这叫工业价值。你这玉佩能干什么？能盖房子吗？能种地吗？这琉璃怎么可能如此纯净，毫无杂质？这简直是仙家法宝。这块石头只能当工艺品回收，死当的话，我最多给你出这个数。5000块？想什么呢？50块，不能再多了。50？你这是明抢，这是50就50，给我换钱。50块，拿好。神迹，神迹呀！老李，你堂堂工部尚书，你不在家里搞营造，跑来这儿发什么疯？黄老爷，您叫我连夜赶来，真是来对了。您看这路，
这不是泥土，这不是石板，这是一整块浑然天成的奇物，没有缝隙，不积雨水，马车跑在上面如履平地。老臣在工部待了30年，造不出这1里路啊！奇迹云霄，商民耗材，修这种妖路得刮多少民脂民膏？你个腐儒懂个屁！这路面坚硬如铁，若是在边关修治，粮草运送速度能快上10倍。粮草快10倍？私铸货币，私修铁路，琉璃如土。这个沈燕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妖孽？老爷，咱们赶紧去县衙吧，我要把这修路的工匠绑回京城。不急，既然安宁县的命脉是这人民币，那咱们就去它的源头看看。朕倒要看看，没有朝廷的真金白银，他这破纸凭什么能瞒天过海？去安宁人民银行。老爷，我洗了300个碗，他们才放我出来。闭嘴！让你看的东西看明白了吗？老爷放心，刚才洗碗的时候我都打听清楚了，这所谓的人民币根本没有朝廷的银库做抵押，纯粹是那个沈燕空选套白狼。空手套白狼，那这些百姓为何还把他当宝贝？这就是个天大的骗局。以我30年户部尚书的经验判断，这就是拆东墙补西墙的把戏。只要突然有大量的百姓来兑换实物，这银行瞬间就会崩盘。几位客官，看你们面生，是对咱们银行的业务有什么疑虑吗？疑虑？我是来揭穿你们的！你们这破纸背后连1两银子都没有，凭什么印这么多钱？这就是诈骗！这位客官慎言，我们人民币的背后虽然没有银子，但我们有粮本位和工业本位。哈哈哈哈！荒谬！粮食能当钱使，粮食会发霉，会生虫。看来客官是不懂现代经济学。安宁县拥有河西最大的水利枢纽和万亩试验田，县衙的粮仓里储备着足够全县百姓吃3年的陈化粮，这就叫绝对准备金。我们发行的每1块钱，都能在任何时候按照固定物价买到1斤粮食、1斤盐或者1块玻璃。只要安宁县的产能不断，人民币的信用就坚如磐石。这不可能，物价怎么可能固定？遇到灾荒，粮价必然暴涨。因为县太爷控制了所有的源头生产资料，私人不许囤积居奇，银行负责宏观调控。在安宁县，没有灾荒，没有灾荒。河西大旱3年，赤地千里，你敢说没有灾荒？外面的世界是赤地千里，但在安宁县的防风林和水利网内，年年都是丰收，不仅能自给自足，甚至还能向外倾销工业品，赚取你们那些真金白银。你们把印出来的废纸留在县内流转，把生产出的食物卖到外面换真金白银，剪刀差，这是纯粹的剪刀差掠夺。长此以往，大萧国的银子全都会流入安宁县，国库会被他抽干的。老钱你怎么了？别发疯啊！费1兵1卒就能吸干朝廷的国库。走，老爷，去哪儿啊？去城外，去试验田。朕倒要看看，他凭什么敢夸口说自己有吃不完的粮食？奇迹玉树，全都是奇迹玉树。这安宁县不仅钱财来路不正，连人心都坏了，商贾横行，满口利欲，这还是我大萧的天下吗？孔老，你又发什么疯？黄老爷，国之根本在于教化。这县城繁华是繁华，但老朽一路走来，竟没听到一家私塾有诵读圣贤书的声音。若是百姓不通道理，不遵礼教，就算有再多的钱粮，也必然生乱。孔老头说的对，这沈燕搞出这么多邪门歪道，根子肯定烂了。咱们去学堂看看，只要抓到他不敬先师、教唆谋反的证据，照样能办了他。我看你们是嫉妒，能修出这种神仙路的人，教出来的能是凡人？别吵了，前面就是安宁县第1小学。既然你们不死心，咱们就去会会这安宁县的教书先生。我倒要看看他沈燕能把学生教成什么样。有辱斯文，教书不坐在明堂之上，竟带到这泥地里胡闹。那木头架子是什么刑具吗？季生，
听听他在讲什么。同学们，昨天我们讲了阿基米德，讲了沈大人提出的杠杆原理。谁能告诉我，如果我想用100斤的力气撬起1000斤的重物，应该怎么做？我知道，延长动力宾，缩短阻力宾。只要给我一个足够长的支点，我连县衙都能撬起来。回答完全正确，加2分。狂妄！黄口小儿竟敢妄言教起县衙，这是大逆不道，这是乱臣贼子！孔老，回来！你是何人？竟敢在此妖言惑众！圣人云：子不语怪力乱神。你教孩童这些歪理邪术，对得起孔孟之道吗？老人家，你是谁啊？翻墙进来的？保安，老朽乃是京城来的大儒。我来问你，你教他们这些破木头架子，能让他们懂得精忠报国吗？能让他们懂得孝悌忠信吗？老爷爷，你连杠杆原理都不懂，还敢自称大儒？黄口小儿！老朽倒背《论语》时，你还在穿开裆裤。我问你，背圣贤书能治国平天下，你学这破木头能干什么？老爷爷，看好了，这叫省力杠杆压水井。我一个8岁小孩，不用挑水就能灌1亩地，这多出来的粮食能养活3个灾民。请问老爷爷，你背一句《论语》能变出半斤小米吗？这不过是奇技异武，农事自有农人去做，君子远庖厨。老先生，你的思想太落后了。我们沈县令说过，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。连饭都吃不饱，跟灾民讲孔孟之道，灾民只会把你煮了吃。荒谬绝伦！老朽再考考你们，既然你们不学4书5经，那民生教化你们懂吗？你且说说，若遇荒年，肉价飞涨，百姓吃不起肉，当如何用圣人之道安抚民心？遇到荒年还要用圣人之道安抚，直接解决母猪的产后礼问题不就行了？母猪的产后护理，这成何体统？根据沈大人编写的安宁县畜牧指南，母猪产后极易发出沉热和缺乳症，只要保持圈授通风，用高锰酸钾溶液消毒，并投喂发酵饲料，母猪的存活率就能提升80%。母猪活了，小猪就多，肉价自然就降下来了。这不比你站在街上念经管用？说得好，全班鼓掌。礼崩乐坏，大萧要亡了，斯文扫地呀！先生莫怪，我家老太爷脑子有些糊涂，我们这就带他走，赶紧带去县医院看看脑外科吧。同学们，我们继续讲滑轮组如何提升筑城速度。滑轮组，省力杠铃。若是将此法用在城墙修建上，工期能缩短1半。神人，这沈燕简直是鲁班在世。你别乐了，你没看黄老爷脸都黑了吗？这沈燕连孩童都洗脑了，这是要彻底推翻朝廷的根基呀！老钱说的对，他沈燕能用钱买通商商，能用妖术蛊惑孩童，但有一点他绝对藏不住。老爷您说的是，穷人哪怕是京城天子脚下，也有无数流民乞丐聚集在桥洞暗巷之中。这安宁县看似繁华，但那些老弱病残、孤寡弃子，必然被沈燕隐藏在了这种不见光的地方。只要找到他们，就能揭穿沈燕虚伪的面具。妙啊！还是老爷英明。贪官最怕什么？最怕灾民闹事。咱们只要找到安宁县的贫民窟，煽动那些吃不饱饭的乞丐去县衙告状，看他沈燕怎么收场。对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老朽要去给那些灾民讲仁义道德，让他们认清沈燕的真面目。走，朕今日非要扒了安宁这层鲜亮的人皮泡走。这是贫民窟，这大门修的比我京城老家的宅子都气派。又是新材料，这红砖质地坚硬，防火防勺，造价定然不楷。沈燕居然把这种好东西用在难民身上。走，进去看看，说不定只是个面子工程，里面定然是另一般凄惨景象。这怎么可能？大灾之年，他们怎么会有闲情逸致下棋？这棋子竟然是玉石做的。这鸡腿是假的吧？你们是不是沈燕请来的戏子？
哪来的疯狗抢老子鸡腿？小翠，小翠，有人抢劫！干什么干什么？你们几个大男人欺负孤寡老人是吧？再不出去我报城管了。姑娘莫怪，我随从脑子有病。我们是外地来的客商，想打听一下，这里真的是收容流民乞丐的地方？废话，老汉我3年前要饭路过安宁县，饿得只剩一口气，是被沈大人亲自背进来的。这里住的全都是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和灾区跑来的孤儿。那这肉怎么了？食堂今天又做红烧鸡腿，老汉我都有点吃腻了。昨天护士刚给我量了那个什么血压，说我血脂高，让我少吃肉。这沈大人也是天天逼我们吃肉，想横死老汉我啊！天天吃肉，吃腻了。我堂堂户部尚书，过年才舍得杀2头猪。鳏寡孤独皆有所养，老朽读了一辈子圣贤书描绘的大同社会，竟在这荒凉的河西之地看到了。老人家，你们这几百号人天天这么吃穿用度，朝廷没拨过1分钱，沈大人哪来的银子养你们？银子？沈大人说了，咱们安宁县不靠朝廷那帮吸血鬼。大人在城外建了无数个大作坊，大家伙儿虽然老了残了，但在院子里糊个火柴盒，挑个豆子，也能给县里创造价值。这叫劳动换取尊严。就是，不仅管饭，孩子们还有专门的老师教认字算术。沈大人说，安宁县绝不抛弃任何一个百姓。朕自诩人君，日夜批阅奏折，却连天子脚下的百姓都护不住。他沈燕区区一个7品芝麻官，却做到了千古帝王都做不到的事。老爷，黄老爷，别被骗了，这绝对是个无底洞。他沈燕就算有金山银山，这么挥霍也撑不过3个月，这背后肯定有天大的窟窿。哎，老钱，承认别人优秀有这么难吗？不，老钱说的对，民以食为天，没有粮食，一切繁华都是空中楼阁。河西大旱3年，地下水早已干涸，他沈燕就算有通天的本事，凭空变不出粮食。去城外，去打仗，去他的粮仓，只要他的粮仓是空的，这一切的幻想就会瞬间破灭。啊，那是什么山峰？为何如此平整光滑？老天爷啊，那不是山，那是用水泥浇筑出来的通天巨塔，这得用多少钢筋，多少水泥？这是奇迹，这是神迹啊！不可能，这绝对是障眼法。老爷您看，那些塔连个窗户都没有，定然是沈燕造出来的空壳子，用来虚张声势的。是空壳还是满仓？批看看就知道了。随我下山，今日朕要亲自查验安宁县的底库。老爷，那闸门后面肯定全是沙子，咱们过去揭穿他。喂，看门的，大爷，我是京城来的大商妇，想收购你们的粮食，把这闸门打开，让我验验货，这半两银子就是你的了。滚一边去！拿块破石头就想买粮？安宁粮仓种地，闲人免进，再不走我放狗了！这位兄弟，我们确有急需，若你不能做主，能否请你们管事的来？管事的去试验田跟沈大人吵架去了，你们想验货也行。看到那个红色拉杆了吗？那是质量抽检口，你们自己拉开看看就行，别烦我睡觉。哈哈，老爷您看，他连看守都这么松懈，里面绝对是空的。等我拉开这个闸门，让你们看看沈燕的真面目。老朽不敢看这欺君罔上的罪证。沈燕，你的死期到了，给我开！这是老钱，老钱，快救人！这粮食太重了，能压死人的。真的，全是真粮。这成色，这饱满度，比皇宫供奉的贡米还要好。天佑大萧，天佑大萧啊！有此等神粮，天下再无饥款。这只是一座塔，放眼望去，这里有72座这样的粮塔。兄弟，这72座粮仓里装的全是这种粮食。想什么呢？怎么可能全是粮食？
老爷我就说吧，只有这一座是满的，其他的都是掩人耳目的空壳子。这一排24座装的是水稻，后面那2排装的是小麦和高粱，最角落那10几座有特殊通风口的，装的是过冬的大白菜和土豆。唉，沈大人最近正发愁呢，杂交稻产量太高了，旧粮还没吃完，新粮又要下来了，这72座粮仓都不够用了，正盘算着要不要把多出来的粮食拉出去喂猪，或者低价贱卖给隔壁县。喂猪？拿公道喂猪？我要死了！杂交稻什么东西能产这么多粮食？这不符合常理。大萧国库1年的税收都不进他这几座塔，沈燕，你究竟是个什么怪物？这是水稻，这秸秆快赶上我大腿粗了，这稻穗上的谷粒怎么比花生米还大？障眼法，绝对是障眼法！不是障眼法，根系扎实，土壤湿润且充满异香，这下面埋了什么肥料，竟然能催生出此等神物？老人家干啥的？没看见正忙着秋收吗？别踩了我的田埂，踩坏了沈大人非扣我工分不可。这田里的作物到底是什么？为何长得如此高大？亩产能有多少？城里来的土包子吧，这叫安宁3号杂交水稻，是我们沈大人带着我们在大棚里培育了整整3年的宝贝。至于产量嘛，产量能有多少？我掌管天下粮仓30年，江南上等水田，风调雨顺之年，亩产300斤已是极限。我看你这稻子虽然大，但估计是空壳子，亩产顶多400斤。400斤？你瞧不起谁呢？竖起你们的耳朵听好了，这片试验田亩产保底3500斤。3500斤？哈哈哈哈哈！你个老疯子，你怎么不说亩产3万斤呢？牛皮都吹破天了！黄老爷，这人绝对是沈燕找来的托。荒谬！自古以来，从未听闻亩产过1000斤的粮食。你这老农，竟敢光天化日妖言惑众！欺君、欺瞒客商，可是要拔舌头的。你可知3500斤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，只要有1万亩这种良田，就能养活10万大军。什么拔舌头？在我们安宁县，一切拿数据说饭。不信是吧？马上就要开镰收割了，你们自己睁大狗眼看清楚。第一小队准备收割，把新造的脚踏式拖力机推上来。今天必须给这几个乡巴佬上课。开镰！奇迹！机械联动，齿轮加速，这拖蹄速度比人工摔打快了100倍不止啊！不可能！这一定是他们在机器里藏了粮食，绝对不可能有这么多！滚开！朕，我亲自来割！踩！给我用死力气踩！上大秤，当着这几个外地人的面，一筐一筐的称，让他们死个明白。第一筐80斤，第2筐82斤，第3筐79斤，第50筐81斤，除去竹筐皮重，1亩地实收重用3560斤。3500斤，3500斤！贤弟呀，您若在天有灵，看看这粮食吧，大萧有救了，天下苍生有救了。大旱3年，饿殍百万。朕日夜祈求上苍降雨，上苍不应。如今这安宁县令竟用这区区1亩地给朕变出了3500斤的救命粮，这哪里是安宁县？这分明是大萧朝的江山社稷图。看清楚了吗？那条大河以前每年泛滥，淹没良田，旱季又彻底干涸。那大河之上竟然横亘着一座如巨龙般的水坝，水坝后方是一个宛如内陆海般的巨大水库。哈哈哈哈！那是沈大人征发全县劳力，耗时3年修筑的安宁1号大坝，用的是最新型的钢筋水泥。水库里的水通过那些大风车带动的水泵抽进主渠，再分流到上百条支渠，覆盖了整个河西。难怪大旱3年还能种出水稻，他竟然把一条江给拦腰截断了。这得花多少银子？500万两，1000万两。国库这20年来给河西破了多少赈灾银？辉煌老爷，20年来累计下发河西赈灾款、水利款共计3000多万两白银。3000万两，朕给了3000万两。河西的卷宗上年年写的都是赤地千里，颗粒无收。如果卷上写的是真的，那下面这些东西是鬼见的吗？
瞒天过海，有人在欺君。这安宁县明明已是人间天堂，奏折上却将其描绘成人地狱。黄老爷，若是朝廷知道安宁县有此等高产良种，有此等鬼斧神工的基建，定会大加封赏。不，沈燕为何不上报？难道他真的想拥兵自重？如果沈燕要造反，他大可切断河西粮道，直接挥师监京。他没有这么做，是有人截留了所有的奏折，是有人把这3000万两赈灾银全吞了，并且这个人还想把安宁县当成他自己的后花园，永远瞒朕。回客栈，马上联络锦衣卫暗桩。朕要知道这20年到底是谁在蒙蔽圣听。老爷，锦衣卫的暗桩靠谱吗？这安宁县连个乞丐都是沈燕的死忠，万一暗桩被策反了，锦衣卫只对朕负责。闭嘴，等着。臣锦衣卫指挥使聂隐叩见皇上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免礼。聂隐，朕让你查的河西真实卷宗，查到了吗？臣动用了潜伏在户部和兵部的所有最高级别暗线，终于查清了河西贪腐的真相，请皇上过目。崇明3年，拨银150万两，实到河西10万两。崇明6年，拨银300万两，实到河西5万两。好，好得很，3000万两白银，真正落到河西的不足50万两。皇上饶命！臣身属户部，竟不知下面的人贪墨至此，臣万死。这是什么？回皇上，这是臣从京城首府赵重山府邸密室中截获的通信。首府赵大人，他可是3朝元老、清流领袖啊！清流领袖，哈哈哈哈哈！你自己看，你口中的清流领袖，不仅联合兵部尚书、盐铁使截留了全部赈灾银，他还早在5年前就知道了安宁县的变化。这信上说，让安宁县令沈燕继续发展，待其粮仓丰满、工坊成熟之时，便随便安个司驻委的谋反罪名，派大军剿灭，将其财富与秘方全部冲入私囊。养猪，赵重山是把整个安宁县把沈燕当成了一头养肥的猪，等猪肥了，就一刀宰了过年。也就是说，沈燕搞出这么大的产业，不仅没花朝廷1分钱，反而随时面临着京城派来的屠刀。沈燕用区区50万两和安宁县的泥腿子打造了一个盛世，而朕的首府用2950万两打造了一个随时准备吸干这个盛世的黑洞。聂隐，臣在。赵重山现在有何动作？朕离京微服，他不可能没有察觉。皇上明鉴，赵重山察觉皇上失踪，已经断定皇上来了河西。他以河西暴乱、保护圣驾为名，私自调动了京城外的3万大军，由他的亲信兵部侍郎率领，正日夜兼程向安宁县赶来。3万大军，他这是要造反！他不仅要收割安宁县，还要趁乱把皇上……弑君夺权，好狠毒的心肠！皇上，安宁县虽然富庶，但只有几百个连刀都拿不稳的城管。3万正规军一到，这沥青路、这玻璃房、这72座粮仓，全都会化为焦土啊！大军还有多久到达？快马急报，大军距离安宁县已不足50里，明日正午必兵临城下。赵重山，你敢动朕的江山，敢动朕的安宁县，朕诛你10族！老钱、李公、孔老，臣在。随朕去县衙，这天下是朕的天下，这安宁县是朕的安宁县，朕倒要看看他沈燕一个造奇迹的鬼才，面对3万屠刀，敢不敢跟朕一起杀出一条血路？开门！快开门！我们要见你们县太爷，有10万火急的军情。吵什么吵？什么10万火急的军情？没看见今天星期天吗？县太爷双休。双休？大军都要压境了，他还敢双休？你可知这安宁县马上就要血流成河了？告诉沈燕，京城特使求见，若是耽误了军情，安宁县满城百姓都得死。哼，京城来的，别拿块破铜牌子吓唬人。我们沈大人说了，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见。他正在后院实验室里搞第5代化肥的配比，到了关键时刻，谁敢打扰，直接扔进茅坑里发酵。化肥重要还是命重要啊？3万大军马上就打进来了。大军？
你们说的是城外那帮举着破旗子的叫花子兵吧？你说什么？大军已经到了！有病吧你？半个时辰前就到了，现在正搁城门口骂街呢。完了，全完了！我的琉璃房，我的大粮仓，全都要被抢光了！走，上城墙！朕要亲自督战，就算死，朕也要死在大萧的城头上！安宁县令沈燕，听着，本将奉当朝首辅之命，前来捉拿你这个私铸伪钱、意图谋反的乱臣贼子，立刻开城投降，交出粮仓和作坊，本将可留你全尸。若敢抵抗，城破之时，鸡犬不留。真的反了！城防军呢？安宁县的城防军在哪里？你们怎么还不跑？敌人都杀到家门口了！跑啥？还没到下班时间呢，跑了扣全勤奖。谁呀？大清早的在外面狗叫，影响本县令做实验了，知道不？沈燕，大胆狂徒，死到临头还敢猖狂！弓箭手准备，给我放箭！妈呀！保安队长，把咱们的农用防御系统打开，赶紧把这帮苍蝇赶走，别耽误大家吃午饭。他疯了！他竟然主动开城门！安宁县第一民兵大队听令，让这帮京城来的土烟见识一下，什么叫科技改变战争！开火！这是什么妖物？为何不用牛马也能自己动？放箭！给我放箭，射死这些铁王八！安宁县保安大队，第一排准备！哈哈哈哈哈！300步，你们的破火冲连100步都打不到，想吓唬本将？骑兵营，给我冲锋，踩碎这些铁王八！开火！这怎么可能？300步外能破甲？第一排退后装弹，第二排开火！连射模式，自由开火，让这群古代人感受一下工业革命的震撼。打雷了！那是火铳，我户部拨给神机营的火铳，开一枪要塞半天火药，还经常炸膛。他们这是什么鬼东西？不用点火绳的吗？碎石发火，膛线克槽。老天爷呀！老臣在工部图纸上设想过无数次的东西，竟然在这个小县城被批量制造出来了。3万大军，3万正规军被500个泥腿子压着打，兵书废了，孙子军法废了。300步穿甲，连绵不绝的火力。若是这支500人的队伍放在京城，半个时辰就能打穿玄武门，把朕从龙椅上揪下来。沈燕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他有此等神兵利器，为何不反？他为何不反啊？不许退！谁敢后退，杀无赦！给我顶住！下马，或者下地狱，你自己选。我投降，别杀我！沈燕，你这乱臣贼子，你私造军火，屠杀朝廷命官，该当何罪？嘘，别吵，这可是第5代高浓度复合肥的关键反应期，炸了你们赔不起。狂妄！死到临头还摆弄这些毒药，老朽今日便要替天行道，骂醒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徒！骂醒我？4个外地盲流吃霸王餐洗了9个小时碗，当了一块破玉佩，现在跑到我的城楼上指控我私造军火，你们是精神病院跑出来的吗？你胡说八道！谁洗碗了？沈县令，明人不说暗话，城外皆是京城首辅赵重山的嫡系，你今日将其全歼，等同于向朝廷宣战。你虽然有500火枪，但大萧有100万雄师，你真以为凭你能对抗整个天下？对抗天下？大叔，你脑斧能力有点强啊！谁说我要造反了？我刚才打的是土匪，懂吗？没有朝廷的调兵虎符，私自带兵袭击县城，这不叫大军，这叫武装流寇。我身为一县父母官，
组织民兵剿匪，不仅无罪，朝廷还得给我发见义勇为奖呢。土匪，那可是兵部侍郎亲自领兵，你这是指鹿为马。指鹿为马的是你们京城那帮大老爷吧？睁大你们的眼睛看看，这是锦衣卫昨晚给我的密报。赵重山谎报军情，私调大军，意图将安宁县洗劫一空，他才是真正的乱臣贼子。锦衣卫向你传递密报，你不过是一个七品县令，锦衣卫凭什么听你的？这有什么的？锦衣卫也是人，也要糊口。朝廷发那点俸禄，连房租都交不起。我每个月给他们发3倍的高温补贴、车马费，还有年终奖。他们当然愿意跟我分享一点小情报喽。收买皇家亲军，你这是用银子把朝廷的根都挖断了呀！我纠正一下，是用人民币。堂下何人？报上名来，为何带兵冲撞我安宁县经济特区？沈燕，你休要猖狂！本将乃是首辅赵大人门生，你敢动我一根汗毛，赵大人定会踏平你安宁县。这古代人怎么都一根筋？王队长，上测谎仪。是。这是什么妖法？放开我！你们要干什么？这叫手摇式直疗电测谎仪，只要你撒谎，他就会给你做个全身免费按摩。现在第一个问题，赵重山派你来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评判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说，是为了安宁县的粮仓和玻璃配方。赵首府说，皇上失踪，天下大乱在即，只要拿下安宁县的财富和粮食，他就可以招兵马，自立为王。他还要把安宁县所有的工匠全部掳走，充当他的奴隶。孔老头，挺住啊！赵重山，好一个3朝元老，他竟敢谋逆！行了，口供录完，明天在县城广场公开审判，然后拉去挖煤。好了，汉军的事情解决了，现在该谈谈你们的问题了。我们有什么问题？这块和田暖玉雕刻的是皇家4爪蟒龙，只有皇室宗亲或天子近臣才能佩戴。你们吃面掏出来的碎银，底部印有户部官银的暗记，一个自称教书先生，却满口家国天下的大儒，一个精通算账，对朝廷国库了如指掌的账房，一个对工程营造痴迷到疯狂的老头，还有你，一个气度不凡，动辄把朕天下挂在嘴边的领头人。萧彻老板，微服私访好玩吗？大胆狂徒，既然认出钱多多，还不赶紧跪下接驾！你私扣皇上玉佩，罪在欺君！不用演了，他若是有敬畏之心，就不会用那种口吻跟朕说话。沈燕，你是个聪明人，既然你知道朕的身份，为何不杀朕以绝后患，或者挟天子以令诸侯？杀你大萧立马天下大乱，到处打仗，谁还来买我的精盐和玻璃？挟天子更没兴趣。我一天到晚搞研发累得要死，哪儿有空去管你们朝堂上那些狗屁倒操的破事儿？你所求到底为何？你拥有天下最强的火器，最多的粮食，最富庶的城池，你难道不想做这天下共主？萧彻，你以为做皇帝很爽吗？天下饥荒，你要下罪己诏；国库空虚，你要看那些世家大族的脸色；外敌入侵，你连军饷都凑不齐。我想要的，不是坐在那把冰冷的龙椅上，我想要的是这个。这是什么图？这些横贯大江南北的黑线是什么？这是铁路，是用钢铁铺成的道路。只要建成，从京城到河西，原本需要1个月的路程，只需3天。萧彻，大旱、天灾、贪腐，这些都只是表象。大萧真正的病根是生产力太低。大家都在为了泥地里的那点粮食争个你死我活。只要把这套工业体系推广到全国，
大萧的粮食将吃都吃不完，钢铁将堆积如山。到那时，赵重山这种只知道趴在百姓身上吸血的贪官，连当绊脚石的资格都没有。这就是我为什么不烦你的原因，因为你需要我，而我需要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来完成工业革命。生产力，工业革命，3天从京城到河西。沈大人，你搞这些东西到底花了多少钱？朝廷的赈灾银都被赵重山贪了，你哪来的启动资金？崇明2年建立玻璃作坊，倾销西域，获利50万块。崇明3年发行第1代纸币，建立2本位，回楼资金300万块，全是自筹。你用一个贫困县的资源，在3年内滚雪球滚出了一个国库，纯粹的降维收割而已。好一个降维收割！沈燕，朕今日算是彻底服了。赵重山以为把朕困在河西就能一手遮天，朕要立刻回京，朕要亲手斩下赵重山的狗头。去吧去吧，早点解决他，别耽误我往京城修铁路。这把枪送你了，6发装弹，近距离防身用，直接对准赵重山的脑袋扣扳机就行。6发，足够诛他赵家6族了。老钱，李公，臣在。传朕密旨，调河西锦衣卫暗装护驾，带上安宁县的铁证，随朕杀回京城。大萧的天该换换颜色了。沈县令，这是何意？朕微服回京，不宜声张。皇上，赵重山在京城经营几10年，门生故事遍布朝野，禁军也有一半是他的人。你就带这3个老弱病残回去，人家关起城门就能把你包饺子了。狂徒，老朽虽然年迈，但也有铮铮铁骨，一口浩然正气，定能镇住那帮乱臣贼子。浩然正气能挡子弹吗？这是什么凶器？那管子怎么比大腿还粗？完美无瑕的工艺，这炮管的膛线，这闭锁结构，神啊，让我死在这炮管上吧！安宁县特产和平捍卫者系列重火力套装，我已经让王强带了100名最精锐的安宁特种兵给你们当司机。萧彻，赵重山这种毒瘤，用常规的朝堂手段是拔不干净的，直接把这5辆车开到玄武门前，他若是敢反抗，就用物理方式教他什么叫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。好一个物理方式，好一个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内。沈燕，若朕能平定京城，这天下朕与你平分。别介，平分天下就算了，你只要答应我，回去之后赶紧把全国的调粮横给我统一了，再把各地的路障关卡全撤了。物流成本太高，严重影响我安宁县商品的利润率。好，朕答应你。等朕速召朝堂，大萧的规矩由你沈燕来定。老钱、李公、孔老，上车，咱们回京讨债。讨债，抄了赵重山的家，把国库填满。开炮！老子要亲自开一炮！子不语怪力乱神，子不语怪力乱神。好了，这下京城那边应该消停了，该回去继续研究第5代杂交水稻的耐寒基因了。这破古代连个外卖都没有，真是愁死个人。先帝南巡，突然恶疾，已于昨日龙御飞天，国不可一日无君。老臣奉先帝遗诏，拥立3皇子即位，凡有不从者，以谋逆论处。末将誓死效忠新主，誓死效忠首辅大人。首辅万岁！什么声音？地龙翻身了！这是什么工程器械？哪路反贼敢来京城作乱？放箭！王队长，距离600步，风向东南，给我把那座高台炸平！开火！妖法，护驾，快护驾！朕还没死，首辅大人急着给谁带孝呢？你是假的！萧彻早已驾崩，
来人，杀了这个假冒天子的狂徒！谁敢动一下，我保证他1秒钟内变成筛子。赵重山，你个老王八蛋，贪了朝廷3000万两银子，还敢造反！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这是安宁县兵工厂原装进口的和平捍卫者，一息之间能射出几百发子弹。你这3万人不够我们一顿饭功夫突突的。皇上万岁！末将被逆贼蒙蔽，罪该万死。这不可能，河西明明是人间地狱，这等神兵利器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河西是不是地狱？你下去问问阎王就知道了。来人，把这老贼给朕绑了，拖进太和殿，朕要让他死个明白。20年，3000万两赈灾银，你联合兵部尚书、户部侍郎、盐铁使层层盘剥，河西百姓易子而食，你却在京城囤积居夷，成王败寇，老臣认栽。但皇上，您以为杀了我，大萧的国库就能充盈吗？这满朝文武谁没拿过好处？您杀得完吗？没有我赵家稳定朝局，大萧不出3个月就会经济崩溃。经济崩溃？老钱，告诉他，咱们现在的国库情况。赵老贼，你那点眼界也就配在泥地里刨食。锦衣卫昨夜抄了你的府邸和各大同党的家，抄没现银、金条、古玩字画，折合白银8000万两。不仅如此，皇上已经决定将这8000万两白银作为追奔金，全面对接安宁县的人民币体系。大萧将废除落后的银两制度，建立现代信用货币。你所谓的经济崩溃，在我们安宁县的降维打击面前，连个屁都不算。人民币、信用货币，你们在说什么胡话？拖下去，凌迟处死。赵氏9族及所有参与贪腐的官员，全部流放边疆，去给朕修铁路。从今日起，大萧变天了。朕微服安宁县，如大梦初醒。大萧积弱不在于天灾，而在于生产力落后。从今日起，全国推广安宁县模式。皇上，安宁县虽富，但听闻其不遵孔孟，唯利是图。若全国效仿，恐礼崩乐坏，伤及国本啊！放屁！一个井底之蛙懂得什么叫国本？百姓吃不饱肚子，你跟他们讲什么礼教？老朽在安宁县亲眼所见，鳏寡孤独皆有所养，那才是真正的大同社会。我问你，若遇荒年肉价飞涨，你当如何？下官当写祭文，祈求上天，愚不可及。应该立刻普及母猪产后护理知识，做好猪舍通风，投放高锰酸钾消毒，母猪存活率上去了，肉价自然降下来，这才是圣人之道。孔老说的对，皇上，臣已经联合工部所有工匠，吃透了安宁县的水泥配方。臣申请第1期工程，先修一条从京城直通河西的沥青大道。皇上，户部已经成立大萧中央人民银行，第1批人民币纸钞已经开始印制，并且臣准备在全国建立免费医院和新式学堂。只要安宁县的化肥和杂交水稻种子一到，大萧的粮食产量将翻10倍。好，极好，我大萧有你们这等卧龙凤雏，何愁功业不兴？这一切的功劳皆系于一人之身。传旨，重赏安宁县令沈燕。沈燕有擎天宝教、重塑国邦之绝世大功，朕决定给他3个职位任选其一：第一，入京接替赵重山，任内阁首辅，百官之首；第二，兼任户部与工部尚书，掌管天下钱财营造；第三，封义姓王、河西王，世袭罔替。李公，无线电接通了吗？沈燕怎么说？他肯定激动坏了吧？皇上稍等，接通了，接通了，沈大人有语音传过来。喂，听得到吗？老李啊，设备信号还行吧？沈燕，朕的封赏你听到了吗？你要做首辅还是河西王？朕立刻派8台大轿去接你。不去。什么？你不满意？那你想要什么？只要朕有，连这龙椅都可以分你一半。皇上，你快别搞我了，去京城当首辅，天天早上5点起床上朝，还要跟那群老头子打太极，我疯了还是你疯了？臣不会治国，不懂权谋，也不想当什么河西王。臣只会种地，只会搞发明创造。官场多我一个不多，但大萧的田地里少我一个，就会有成千上万的百姓吃不饱饭。皇上，你的心意我领了，你把贪官杀了，把路修好，把阻碍商业的破规矩废了，就是对我最大的封赏。好了，不说了，
第5代杂交水稻的耐寒基因突变出结果了，我得下地了，挂了啊。朕用尽天下至极的权力和荣华，竟换不来离开那片泥地半步。传朕最后一道圣旨，改封沈燕为大萧天下农政总师，官居1品，特许永远不入朝，不见驾。安宁县彻底划为特区，沈燕所在的试验田见之如见朕。3年了，人民币已经成为天下唯一的货币，大萧再无饥荒，连北方的蛮族都放下了弯刀，跑到咱们的工厂里打螺丝换粮食。老李，还认识我吗？哟，这不是当年那个不信邪的黄老爷吗？怎么，这次没带那几个乡巴老朋友来？他们都在京城忙着修铁路呢，我这次是专门来看看沈大人的。他在县衙吗？县衙？他1年有360天不在县衙。你看那边，那个在泥巴地里插秧的，不就是他吗？朕用了15年，在朝堂上杀得血流成河，才勉强稳住大萧的江山，而他用了10年，只用粮食和机器，就彻底改变了整个天下。这天下最大的官，从来不是龙椅上的天子，也不是高高在上的首辅，而是那个能让全天下百姓都吃饱饭的人。